我是真的想和他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但是他呢总是一意孤行，把家里的钱全败光了。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我回他老家生孩子，他呢，他妈什么事都不让他做，就是油瓶子倒了都不让他扶一下。我知道以前都是我的错，自从他走了以后，家里变得冷冷清清的。我希望他能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他现在想和我结婚，我不知道这个婚该不该和他结。如果不结婚吧，孩子都有了；如果要是结吧，我怕他这种大男子主义毛病总也改不了。你能否改掉自己的大男子主义？提醒大家的是，这一对恋人和其他的不太一样，他们还有一个孩子。让我们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大伟32岁，来自河南无业；女主人公小苗28岁，来自吉林，是一名财务人员。来，有请两位。两位的手里分别提着一只密码箱，在这只密码箱里装着是他们彼此没有告诉对方的一个秘密。你们愿意把这个秘密公开吗？我愿意。为什么说他败家呀？他是一个超级不靠谱的男人。以前我们是白手起家，挣了很多钱，经过我们自己的打拼，非常不容易。他一意孤行，把钱全败光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欠了多少债啊？现在是大概不到20万。那你们白手起家挣了多少钱啊？70万吧。那就是一进一出就小100万没了，是吧？对。这大概跨越了多长时间呢？2、3年左右吧。那这个钱是被他拿出去赌掉了呢，还是生意没有做好呢？是完全是因为生意。第一次是赔，是因为10年的时候投控房地产，那时候他就不让我做，我觉得你压根儿不做的话，你之前投进去那么多钱你都不好要。我的想法就是再做着，做的小一点，把之前的钱呢都要回来。他资金链断了以后，他就找人合伙。我说现在是行情不行了，工地不能做，合伙人不靠谱，他根本不听我的，继续往里投。哦，等于做的是房地产配套的一些东西，是吧？水电暖安装。有了合伙人之后，生意没好是吗？被骗了算是，因为当初要生孩子，我说我也跟你回去。我当时是不是不让你跟我回去，让你在工地上要钱呢？啊，是不是应我那句话了？钱让人家拿走了20多万，你捞着1分钱了吗？那我又不知道他能骗我，我要知道他能骗我，我能跟他合伙吗？啊，小偷，脑门上写个我是小偷，那你还能跟他在一起吗？是不是你就相信别人我的话，你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啊？行，姑娘你别着急啊，听明白了，就是说你们2个人一起回家，然后你的合伙人把你的钱给卷跑了。对，当时我就给合伙人打电话，我说这年前的钱能不能回来了？这20多万，他说要不了了，他说等到过完年才给人家说。结果过完年我回去的时候，人家说年前已经把钱拿走了，结果电话也无法打不通了，都已经。他还有超级不靠谱的事呢，让大家听听，有这么当爹的吗？我好不容易攒了20多万，准备生孩子，等到我要生产的时候，我去银行取钱，把银行卡密码一输，当时我都蒙圈了，你知道吧？20多万呢，就剩几10块钱了。我立马给他打电话，我问他钱呢，他告诉我投资食品了。我不想最后一搏嘛，是这样的，主任，当时是在山东这边啊，我看人家代理一个速冻食品挺好，也挺赚钱，1年赚几10万，挺轻松。我就拿这个钱呢，我去做这个了，然后就做了个总代理。你有没有想过我呀？你知道那是什么钱吗？唯一生孩子钱，因为我俩那时候钱已经赔光了，这是我唯一攒的钱。结果他把这个钱他偷摸拿走了，我一点都不知道。那这个生意怎么样啊？赔了，把工人工资最后发完，把冷库都拆了卖了之后，基本没拿着钱。你说说你挣钱什么时候都能挣，孩子在我肚子里他能等吗？要不是我妈给我打过来5000块钱，我是不是得大马路上生孩子呀？那我就感谢，我又孝顺我老丈母娘不就行了吗？你愿意孝顺哪个老丈母娘，孝顺哪个老丈母娘去。那你们俩到底结婚没结婚啊？没领证，只不过就是办喜酒了。别提办喜酒了，主持人。啊，好嘛，你这儿都是雷区啊。办喜酒，明明我俩商量好的，找一个中高档的饭店，也不贵，800块钱一桌，还有面的，环境又好。结果呢？我办的挺好啊，然后我家小区楼下一个饭店，一个驴肉馆，我觉得挺好的，请亲戚朋友来就是吃一顿，这是驴肉火烧。不是，就是一个驴肉馆。主任，你听他跟我说啥？我给你包的场。我的天哪，你好意思说吗？你包的场？我过去一看啊，小饭馆撑死能容纳10多桌，没有厅，没有歌曲，没有礼仪，婚结了。以后有钱咱再来啊！以后有钱再来。他根本都没考虑过我呀！我亲戚朋友大老远从东北过来，坐了1天1夜火车，你可要知道啊！过来了，一看
800块钱，说腿成300块钱一桌了。不管多少钱，我总觉得来了热热闹闹的，跟东北的习惯一样，是吧？有热闹吗？吃的热闹吗？还行，都挤在一块儿嘛，所以不挺好。行，差点没急死。哎，我亲戚朋友过来了，哎，小苗过来给我看一下你的结婚照吧。啊，我都没脸跟人家说呀。为什么呀？他一张照片都没跟我照。我作为一个女人，我结婚我照张照片怎么了？你就不能给我照一套吗？没说不给你照啊。哎，你是怎么说的啊？以后有钱了，挣大钱了，上欧洲照，上外国照。哥哥，你啥时候有钱呢？两个人只要有感情，别的都不是那么重要。咱家条件眼下不是不好吗？对。啊，你不好，你知道我要的是啥吗？我只是要结婚幸福的那一瞬间，知道吗？我要的是当时，哪怕你简单的花的钱少是吧？咱没钱，200块钱、300块钱照一套，是不是那回事啊？你给我了吗？那你就连一张生活照都没给我，好吗？那你当时要这么跟我明说了，我拿咱家照相机给你照几张不就得了？越说越不像话了吗？主持人，你说说他干的那些事儿，他叫什么事儿啊？坐月子的时候，我娘家大老远从东北过来，给我带了一大堆补品。等我想吃的时候，我那补品呢？我不就把补品给你拿回去换一些钱，我买猪蹄了吗？我觉得猪蹄比较适合吗？它下奶，对不对？你吃那些什么鹿茸啊，什么阿胶啊，那好吗？你怎么知道它不适合我呀？你怎么知道猪蹄适合我呀？猪蹄下奶呀，对不对？我同学告诉我的，下奶，咱家生孩子了，是不是孩子得吃奶呀？关键是奶下来行啊，孩子不是照样吃奶粉吗？你说这能怨猪蹄吗？你说我同学啊，我同学告诉我的，人家媳妇吃了1个猪蹄是吧？那奶都孩子吃不完。你说你都吃的有一锅，结果你没奶。哎，你们俩当时是怎么好上的呀？我们俩是同事。我做的销售，他是公司会计。当时你喜欢这小子什么呀？当时他可温柔体贴了，没事给我做饭、洗洗衣服，偶尔送送花。慢慢时间长了，我自己一个人挺孤单的。就这，后来被人举报了，我俩就被谁举报了？同事啊，就说因为不让谈恋爱嘛。啊，然后呢？然后公司就想把我调走。我那天我记得去德州开会，然后在路上快到公司的时候，他给我打个电话，哭着打的。他说现在公司知道咱们的事儿了，然后是要把我调到安徽，所以我们回去之后一商量就不做了，就是自己出来打。哦，你们俩就为爱辞职了。对，然后就创业是吧？对。创业难吗？相当难。当时是他从他家拿了15万，我攒了8、9万，然后我俩就包点在外边包点工程，包第一个活40万，赔了1万块钱，43万赔了1万。然而那个老板觉得还行吧，其实是没有经验才赔的。后来又给了我10来栋，挣了55万。后来就这样1年多挣了有除下花的钱落了70多万吧。哦，那还干得不错呀，厉害呀，这俩人。后来呢？对。还有更厉害的呢。啊。这不我坐月子就回他家了吗？他人这样吧，他妈还那样。我也不是说你妈不好啊。他妈就是太惯着他了，就是他妈就是那种宁可他妈干活，他都让他儿子在那块待着的那种。就有一次我看见他在那块挂窗帘哈，70多岁的老太太，你可要知道啊，我能让她上去挂吗？蹬个凳子，那时候我月份也大了，我也不能挂。我说等小伟回来再挂吧。你听他妈怎么的，立马给我翻了，给我黑了3、4天脸，至于吗？你妈呀！你说就这种小事啊，主持人，你没有必要。老人他有时候说几句话可能就是说多了，有必要这样吗？对，婆媳之间无小事啊，没必要这样啊！就我，他儿媳妇生孩子，就给我炖只鸡都能给你留出俩鸡腿来。你说你让我咋想？我不让你吃啊，我是不让你怎么的？我是没让你串暖，没让你吃好啊。不是他那2条腿他吃了吗？吃了。你给媳妇留着呀？不是我当时不知道，在外边待1天了，回去了，我妈给我端那儿，我说没问，我就吃了，回家就这种习惯，我也不知道，事后他跟我说的。就这还不至于最让我伤心呢。就他有一次我生病刷碗啊，你说我生病高烧那么难受，我就让他帮我刷次碗。他那手刚沾到碗上，他妈就过来了，对我破口大骂，说我没家教，不知道心疼他，说我给娘家人丢人。我怎么给娘家人丢人了？关键是他在后边一句话都不吭。怎么的？我还能跟我妈干仗去，打他一顿呢，还是骂他一顿？那你知道我有多委屈啊？你为什么不替我解释一句呢？你这个男人，反正我感觉你们现在就是内忧外患啊。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以前非常爱他，可以说他什么都没给我，但是我仍然给他生了孩子，因为那时候我能看到希望啊。但是自从他回家以后，一点斗志都没了，我从他身上看不到希望了。如果我要是自己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就转身了。但是我俩现在有孩子，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哦，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说实话，自从他走了以后吧，感觉家里边冷冷清清的。他去哪儿了呀？回娘家了。忍无可忍了。哦，受不了了。是因为那次，我在家里请我工地上的那下边带班的吃饭，大家都来敬酒，然后他也在。我为了表示一下给下边有点敬意，有点诚意，我就让他回敬一杯酒。就因为这事儿闹翻了，彻底。那是敬一杯酒的事吗？我那时候正在哺乳期，你知道酒对一个孩子的大脑影响有多大？你为了要面子嘛，我也没办法啊。你为了要面子，你就可以拿我的身体跟孩子健康开玩笑，是不是？孩子到时候傻了怨谁？傻不了，到时候就当时就一杯酒嘛。他也聪明不到哪儿去，兄弟。由于他傻不了，是因为我当时我没喝酒。行吧，你来这干嘛？这一段他走了之后吧，在家里边确实反思了一下，我就是想挽回他。应该怎么办？4位老师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说说吧，你打算怎么办？总之就一句话，没有钱我不怕，但是没有他不行。我就是想让他回来。我也觉得你也就一句话，你就是有想法，根本不知道办法。我问你的是，你打算怎么具体的挽回他？我就是回去吧，然后跟他领结婚证啊，跟我老丈母娘、老丈人呢再道个歉，然后第3步我就赚钱呢，赚钱把我之前没有兑现的我都兑现了。哥们儿，我觉得哈，就冲你的计划，我觉得今儿你就不配把他领回去。为什么？最起码应该反过来，领证放在最后。你都没有做到你所承诺的改变，谁跟你领证啊？然后你说的挣钱，好像挣了钱那些问题就不存在了，是吗？道歉，我觉得是3个措施中唯一有点靠谱的。我跟你说，兄弟，我比你大一点啊。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你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自大，是愚昧。比如灌酒那件事儿，面对自己的老婆，正在哺乳期的老婆和孩子的健康，面子算个屁呀！谁给这个面子呀？谁有这个面子让我必须灌我正在哺乳期的老婆喝酒？谁都没这个面子。现在我知道了。我觉得你不是做自大，你这事儿你是愚昧。对，头脑一热。我怕的不是头脑一热，你刚才说那几件事是头脑老热。按照你的现在这种做法，700万也得赔光了。当时确实是赔懵了。所以我觉得你这些3个措施，只有道歉这个，我觉得是第1位该做的。第2位该做的，离开自己老妈的庇护，离开这个让自己好逸恶劳这个环境，真正去打拼，然后证明给自己的妻子看，自己有能力改变自己身上的问题。如果前面的步骤没做到，这儿咱不着急领。我首先我要批评这个男嘉宾，真的你做的事儿吧，挺出乎我想象的。我觉得婆媳之间这个有矛盾，应该儿子做调节，主要是儿子的问题。你两边做工作嘛，两边调节，这是一个智慧的男人、聪明男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你这一点上你还得学习。因为从小我没在我妈身边，因为我一回到家吧，我不愿意顶撞她去。我不是让你顶撞你妈，在你妈面前你说你的女朋友怎么给她道歉了，到你女朋友面前说，哎呀，我妈刚才也认错了，说她觉得她那样做不合适，这叫美丽的谎言，善意的谎言，你两边全糊弄好了。不是说让你直了咣当拽着媳妇去跟你妈顶撞，不是，曲线救国。另外，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又有孩子了，你爱人没有责怪你把那个钱做生意做赔了，他生气的是你没跟他商量，你没有把他当回事儿。最后那20多万确实是我偷拿的。对呀，你太不应该了，所以你要真诚的道歉，然后求得人家的谅解。我是很希望你们重新和好。你不是大男子主义，你是欺负人呢。对，什么事情也不跟女方沟通。竟然敢偷偷的去拿出生小孩准备的救急钱投资去。如果要解决这件事情的话，我只送给你4个字：听老婆话。你想想看，从公司辞职创业的时候挣了70万，怎么挣的？我看你的资料上有写，你们俩那会儿住在一个简陋的一个出租房里面，对，当时可以说是夏天热是冬天冷。对，就这么你们俩携手在一起挣到了70万。这6、70万里头有没有他的功劳？有。好，我们再去想你怎么是一步一步把这钱给丢了。女方已经预感到说政策变对咱们的业务不好了，你不听。还有就是你偷偷的瞒着他不知道，然后去把他的钱给取出来去投资，又没了。请问你在事业上有你自己认为的这种能力吗？
主要是原来那几十万赚的可能太容易点，就是自己有点飘。千万不要忘了，当时赚到的容易是因为有谁在，你凭什么飘？你所有的这些事业上的失败，你都记住了，有谁不在？这个女人真是帮到你非常非常，是对于你这个人，甭管是生活上还是事业上，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放下你的姿态，用你当时追她那种心态，现在去挽回这段你们俩之间的爱情。如果你用行动证明了你的决心、你的领悟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跟他领证的。如果他证明不出来，不好意思，他自己生活比跟你在一起会幸福得多。我这辈子最钦佩的人，就是有真本事的人。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没有本事还瞎嘚瑟的。托尔斯泰说，在平庸和矫情之间只有一条窄路，那是唯一正确的路，那就是踏实。而矫情比平庸更可怕，因为它原本就是平庸，却非要矫情。无知不可怕，怕的是本来就无知，还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有缺点也不怕，怕就怕做了一点事儿就要耀武扬威，昭告天下。煮了个猪蹄怎么了？做了一点事儿怎么了？所以我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话已至此，到了这个时候，男生是脸上还看到了些许的沉静，他想改，但是你的方法是有问题。我时刻跟女方说，温柔的鼓励远胜于严厉的苛责，好好的调教他，但不要把这个账算到妈妈的头上。虽然我们一天到晚说慈母多败儿，但慈母依然是泛滥不堪，没有办法。所以在慈母之外，婆婆之外，好好的调教你的老公。这家伙只要不冲动，静下来，我认为他是可以改进的。我对他充满信心。好吧，祝福你。谢谢老师。说起来容易，真的这么大的过节要过去又很难。不过所幸还好，你们曾经有过一段风雨同舟的日子，那段日子应该是你们现在生活里面一大笔财富。如果从未来的角度来说，现在的困难可能应该是未来还要大的财富。老师们都说了，考虑一下，给个机会，你也好好想一想，一旦他真的给你机会，你要怎么去做？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你走了以后，我也静下来想了很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固执，造就了今天这种后果。我也承认是我一手毁了这个家，但是请你给我一次机会，看在孩子的面子上，你看我慢慢的改，我不能说明天立马改掉，但是我坚持改，慢慢的改。你能发自内心的改吗？能，一定能。没有钱我不怕，可以赚回来，但是没有你真的很怕。但是原来的你让我看不到一点希望，回家以后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会的。求个情，我在舞台上还没做过这种事儿，我觉得这男生真的可以改，原谅他。我第一次做这种事儿。谢谢老师。从来没求情的人今天求情了啊！记住这份情吧，两个人交换香粉来，给我一个机会。回吧。来，请关门啊！其实我相信，如果这个密码箱没有大的变化，结果应该已经有了。一起来数5个数啊！就在微博上，经常有些女人问：这样的错误我该原谅吗？其实我认为，视乎于一个问题该不该原谅，要看他犯的是什么错。我认为大概是因为不成熟、不懂事而造成的事情是应该原谅。它不像那种似是而非的恶或者是不忠，因为成熟过程当中会改变的一件事，这种错误是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来吧，期待那个结果吧。5、4、3、2、1，请开门。就是爱你爱来看看。
男生写了什么了？哦，男生的这个还确实是挺动人的。其实我家人一直想让你再生个儿子，但是为了你，我和家人争执了很久，并最终说服他们，我以后尊重你，别离开我啊！他还是为他做了具体的事情。女生的箱子里是什么呢？这是我曾经5个月零花钱12万块钱花了。女生是这样写的：咱们在一起的每一笔钱，我都认真记下来了。我真的是在用心经营这个家，所以你不要再这样挥霍了，好吗？这是账本，女生记的账。你想找了这么好的媳妇，真有点配不上人。哎，有请小花筒。谢谢。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爱要有你才完美。女生不是一直遗憾没有拍这个婚纱照吗？如果你考察她，发现她真的改过来了，有变化了，你看我们送了你一套由婚纱摄影领导品牌聚焦摄影提供的价值万元的婚纱照，好好的去补一套。致生活想人生，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3980元的地保一台。我希望从此之后你们的生活掀开新的篇章，走向幸福。来，各位，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枚戒指不是我重新站起来以后给你买的，以后我会改掉毛病，以后用我自己的行动，用我自己的赚的钱，赚的第一笔钱，给你先补上一枚戒指。谢谢你这么长时间用你的爱包容我的一错再错，也谢谢你给我这么一次机会。以后会认真改的。一定会认真改。原谅我，谢谢各位老师。拿好礼物，回吧，祝幸福啊！这女的比我还酷呢，脸上一直笑容都没有。这个情况你让她笑，你觉得现实吗？我恰恰觉得她这样可能是更真实。我就在想，我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娶一个好妻子，福气，这真是娶到了一个好媳妇儿。我们祝他们幸福吧，人生都会犯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